这是一台7年前发售32万元的中画幅数码相机哈苏 H6D 400MS， 在2023年彻底停产。它有1亿像素、最大面积的相机传感器、哈苏自然色彩科学，还有独特的腰屏取景器。而这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单人旅行过的我，这次的视频我会带着这台相机进行一场单人摄影之旅，看看32万元的相机能拍出怎样的照片。那么这次的旅行呢，我把想去的那些地方连成了点，然后画出了一条路线，大概呢就是往日本的东北方向去开。这台相机呢，其实我拿在手上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但是呢一直没有买到腰屏取景器，前段时间刚刚入手。那么我现在来到了一处深山里面的公路，这边感觉来的车特别少，地上长了很多这种苔藓。我想去拍一下那边一张照片。这边的路道呢，就像是废弃了很多年一样，地上掉满了这些树枝，然后这个防护栏也已经锈迹斑斑，就是可能人类消失了几十年之后，很多道路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吧。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台相机的色彩，这期视频里几乎所有的照片都只调整了曝光、曲线以及白平衡。在这种不太会有人来的地方呢，就能看到很多废墟。在这个地方渐渐人变得少了之后呢，它就会越来越回归到自然的状态。然后当初人们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呢，慢慢的就会被这些自然中的落叶、藤蔓所吞噬。所以我感觉我现在来到这里面，像是看见了人类消失之后几十年之内的风景的样子。前面这个就是我要来的废墟。哇，这些废墟现在还在这儿哎，还是仍然破败的样子。不知道这些年里面会有啥样的变化。那我就先去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废墟里看，就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进去了。感觉这门就塌了。现在到了门口了。哇，变化好大呀，我感觉。6年前，我和苍老师一起探索过这个废墟，是一家温泉旅馆。当时就在楼上拍下过一张壁画的照片。我当年拍过的那张壁画已经没了。没想到仅仅6年的时间，壁画就消失不见了。于是我又拿出了6年前的底片，用 H6D 来翻拍一下，看看这台相机做胶片数码化的效果如何。H6D 400MS 的这个后缀，意思是加入了摇摇乐功能，可以拍摄6张照片合成1张4亿像素的照片。因为只能连接电脑使用，所以几乎无缘风景拍摄。相比彩色暗房来说， H6D 能榨取120底片上的所有画面细节和宽容度，甚至都用不到4亿像素的摇摇乐功能。虽然颜色的过渡和自然感还是没有办法跟暗房比，但我感觉同样是中画幅的16比特， H6D 会比 X2D 要能获得更多的色彩信息。你在废墟里拍下来的这些风景，它也不是永恒的，你看过了这些年你就再也拍不到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也来过，之前这个里面有一个我很印象深刻的，是一个椅子上放着一幅画，看看现在还在不在啊？这就很小心呢，有很多玻璃啊什么的。这个地方的变化比我想象中要稍微小一点点。然后当时呢，是我跟苍老师一起在冬天来的，这个里当时还有很多雪积在这儿，然后有一个小狐狸的脚印。这幅画还在这里，所以可以再拍一张这个画。大家看，这种风景是不是也很有魅力？就像一个时空穿梭一样。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末日电影，电影里面他们为了能够很逼真啊，去造那些景，然后用一些特效。但是当你来到废墟，你就是来到了现实版的这个，是比电影更加的真实。OK，
现在构好图了，我们拍一张吧。6年的时间，靠在墙上的易拉宝掉了下来，也破损不堪，相框可能是被人挪动了位置。因为传感器很大，所以即使是这样的广角画面 ，f3.5 的光圈也能分割前后景的关系，塑造一种奇妙的空间感。这也一直是我爱用中画幅的原因。哇，现在下起了大雨，我们可以看到山上起了好多雾。现在呢，我要去一个山里面去拍一座雕塑。哇塞，现在有这么多雾，哇！我要加快我的脚步了。我现在呢来到了一处古寺，我们现在走这个偏门，这个小道。这是一处佛寺，在森林里面有一双巨大的佛手，看到了吗？据说呢，有一个艺术家赠送给了寺里面一组这样的雕塑的作品。但寺里面放不下，于是就放在了这个林子里面。我最近呢学到了一个词叫做场域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样的雕塑作品如果只是放在博物馆里面的话，其实给你的震撼远远比不过它放在寺庙旁边的林子里面。就是你走进它，就会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力场。大家能听到现在我耳边蚊子的叫声，还有这满山遍野的知了声、蝉叫声。现在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，还有10几分钟就日落了。我一直蹲在这个地方等云，现在好像云来了，我天！哇塞，这居然真的来了！我等了这个云等了好久。大家看，这个后面真的是慢慢的就雾起来了。真的不枉我等了这么久，这就是我拍到的林中的佛手。光线、雾气以及自然色温的变化，让这双佛手的场域达到极致。虽然这颗50-110的镜头光圈全开会损失一些画质，并且还有明显的暗角，但这也是它独特的氛围感。相比于太过于锐利的画面，我更喜欢这样柔和的感觉，而1亿的高像素能让这种柔和过渡得更加自然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呢是日本的长假，盂兰盆节，人非常多，订不到酒店，所以呢，就我一个人嘛，我就带上我的被子、垫子，就每天都睡在车上。这样的话，旅行也比较自由。这座寺庙真的就完全在深山里，在山顶。快日落的时间，走在山寺里面，很惬意啊！天黑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自己单人出行的第一天。然后这几天都会下大雨，我打算去一个之前掉过无人机的地方，汇金，可能老观众知道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会开到汇金那边去，大概要开4个小时。刚好它旁边就有一个米其林 Aki， 我就在这边车中泊。那大家可能会好奇，这么热的天，洗澡的问题要怎么解决？日本的乡下有很多日归温泉，从500日元到1000日元左右，就能好好洗个热水澡，再泡个汤，非常惬意。甚至有些还可以按照小时来租赁房间休息，洗完澡再刮个胡子，再惬意不过了。其实这次出来呢，也想找到以前旅行的那种感受，这一刻我觉得我找到了。这么大雨，咋拍啊？
好，我现在到了指尖桥这边了，大家可以看，现在山中全是雾，简直就是最理想的这种天气了。然后呢，已经有不少人在上面等着了。没有想到这个假期有很多人也过来看电车。日本有很多这样偏远山区的铁道，因为汽车的普及，所以乘坐的人非常少，很多地方都已经难以维系运营。这条叫做指见线，每天只有7个班次，据说是因为不想让这样的铁道风景消失，所以还在勉强运营。而今早的第一班是6点03分左右会过来，铁道迷和摄影师们早已打着雨伞，在展望台等待。这里非常适合展示 H6D 的后期能力，因为16比特的色深和高像素带来了丰富的信息，所以即使做一些比较猛的调整，也很难出现色彩断层。虽然必须使用哈苏的 Focus 修图比较难用，但哈苏的自然色彩科学就是能给你呈现自然且柔和的画面。哇，大家看，现在外面全是这个雾气。这一块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雾幻峡。这边整条河上都有一层薄薄的雾哎。你看这边也是，超美的。不过因为 H6D 并没有强调它的防泼溅能力，所以这么大的雨，我还是打算睡个回笼觉。因为起得太早了，拍完了电车之后呢，我又在道の駅想在这睡一觉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的床。然后呢，冲锋衣就一直挂在这儿晾着，因为每次出去就会很湿。天上这整个天幕照下来这个光，像是这个宇宙飞船一样哈。像我现在把这个天窗打开好了，躺在这儿看一会儿雨，可以看到外面地域很大哟。哇塞，看我这个顶光打的真的是感觉很不一样。出门到现在其实还不到24个小时，我的心态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变化。一开始的跃跃欲试，但是呢又想跟螃蟹一块儿，到觉得一个人出来有一个人的好处，到现在又很想回家，很想跟螃蟹一块儿。我现在睡一觉的话，待会儿可以起来在这边找一些小店儿去吃吃饭。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睡觉的地方，完全就是在深山老林里面。这里呢就是道の駅，即使是在这样的乡下，它也会有这样免费停车的地方，然后会有厕所，24小时的，甚至厕所里面还会有温水，然后它会有一些当地的这些。道の駅算是国道上的服务区，为自驾游的人提供免费的基础设施，也为当地的旅行特产提供了一个展示的窗口。每天9到10点钟左右还会有餐厅以及当地特色的纪念品、农产品售卖，是在日本车中泊旅行最棒的后勤保障。而这次旅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还是位于丸森町一个小家庭运营的道の駅。こんにちは。卖小鸡蛋，然后传统的农产品，有这些黄瓜。然后这个地方地区的形象呢是小猫，还有开着挖掘机的猫，哇，这也太乡下了。ここで今食事できますか？タケノコカレーなんで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。は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タケノコカレー。ランチがねちょっとお休みなんです。ごめんなさい。休み？あ、はい、あ、休み？休み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、はい。じゃあ一個だけ？一つ。ねえ、今ここになって休みっちゃって困るな。そう、いろんなとこが休んでて食事できる場所ないんですね。有点神奇，他们今天本来也是休息了没午饭，刚老太太说漏嘴的说这还有吃的，今天应该是把他们自己吃的拿点分给我了。
这个就是竹子咖喱，哇塞！然后居然还有这样茄子，还有新鲜的黄瓜。我特别喜欢来这种小地方，就是因为小地方更有人情味儿。然后老奶奶居然还送了我一盘甜品。潰してはい。あんこをかけるの。ああ、もう一度名前を教えてもらえますか。おはにっていうの。特別ごちそうすかと思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、美味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美味しい。ああ、特別にこのお盆に食べる。お墓とうちと。ああ、はい。そしてみんなとあと作って食べるの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んたはどこなの？中国です。中国です。中国？はい。では作んねえなこういうのは。ないね。みたいなやつはありますけど。これはジャパンだからな。底下这个像是糯米，然后上面盖的有这个红豆。中国に似ているのはちまきです。原来盂蘭盆节的时候，日本就有把おはぎ送给有缘人的传统，象征着分享和祝福。ここタケノコ結構多いんですか？うちのタケノコ。ああ。其实就是窗外的竹林里面挖的。ここ猫ちゃんに関わるグッズが多いですね。荒森は猫神様って有名なの。猫の神様。昔養蚕してて、繭をネズミが食いに来るから、猫がほらネズミ退治して、だから猫を祀ったのね。这里真太神奇了！大家还有见过哪些地方拜猫猫神吗？为了供奉猫猫神，完森町有很多猫猫石。老奶奶看我对这个感兴趣，就让店长来跟我说明。猫神の日というのが日本中に150ぐらいあって、そのうち丸森に80何基ある。地図はこの観光案内所で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。后面我去了观光案内所，没想到那边就有一个猫猫神社，而且供奉的方式也很特别。そして、はい、そうすると。かわいい。可愛すぎる。店長叫做ヤシマさん，说着说着他就去拿来了名片。これもご本人ですね。ご本人です。私が作詞して、プロが作曲して、私が踊っております。すごいですね。で、これは2曲目。丸森サンバって言ったんですけど、デビュー曲は60歳でデビューしました。これ里へ帰ろうとふるさとを思い出す歌です。撮影もとても綺麗ですね。YouTube で見られます。为了宣传当地的风景文化，雅西玛大叔居然还作曲填词，带着家人一起跳舞拍 MV 出道，不仅能在油管上看，连 Apple Music 里面都上架了。这个大叔真的是太艺了。给他送了咖啡，我刚好想买咖啡来着。所以这就是我旅行中的日常，总是能遇见有趣的人，并且被他们的故事所治愈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视频的主线。我现在呢在去一个偏远寺院的路上，然后那边会有一排排非常整齐、非常壮观的佛像。天哪，怎么居然还有这样的越野路啊！妈耶！我真的很怀疑这路有没有走错呀。咦，居然还真到了！它这个寺也过于的偏远了。哇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哎。这边是一排排观音菩萨像。OK， 下去看看。过于隐秘了。哇塞！然后这边的小房子，这个橱窗里边挂的东西没见过耶。这张彩色的小包，这是干嘛的？这些五颜六色的小袋子其实是 otedama， 一种装满了石头或者豆子的奉纳物。红色代表驱邪祈愿平安，蓝色是学业智慧，白色是清净安产，粉色是良缘和爱情。
这里呢有一口钟，感觉像是来到了黑神话里边敲钟找金石长老的地方。这是一个祈愿和平的梵钟，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非常多国家的国旗，有我们中国，然后这边密集的观音菩萨像，就是我来到这里的理由。哇，这个看起来真的感受非常不一样，很神圣。哇，这个质感绝了！我这边居然还有一个能够俯瞰下边的城市的一个点，它这边还有一个望远镜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因为应该太久没有人来，这边的树完全没有修剪，所以完全俯瞰不了了。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后，俯瞰下去是这样的风景。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有的地方飞速发展，也有像这样的地方，似乎时间已经慢到停滞。而今天我用相机拍下的这些风景，经过多少年后，会变得无迹可寻呢？旅程的最后呢，我去到了宫城县最著名的火山口。不过山中还下着大雨，所以我退到了山腰上。明天早晨日出的时候，有可能那边会从云雾里露出来，所以我决定就近在这边的山腰上找了一个非常棒的平地，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边真的就是一个路边儿，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。我现在要开始设置我的车轴膜了。副驾这边呢稍微有一点点乱哈，然后因为哈苏 H6E 它这个电池只有这个的充电器，所以说还是需要 AC 的口。然后相机为什么会放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每次拿出去拍，大家看会有很多水，刚刚好呢，从这个下方我就可以调成从脚这边出风，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相机给烘干燥。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嘛，所以我只需要放倒中间和旁边的这个台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我从吉姆尼时代用到现在的床垫。其实还是非常的带劲儿的，哇！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角度就特别好，因为这边也没有什么人嘛，所以我带的那些遮阳帘也完全不需要装上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窗户全部都透着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，真的不亚于那1-2千块钱的酒店呢。这个其实是我的枕头，然后呢给大家看看我故意把这个座椅留出来的用意，因为本身 V60它是个旅行车的，头部的空间没有很大，所以呢在这边躺着的时候，你最多就可以知道这样半躺着。如果你想盘腿在这坐着的话，其实头还是会稍微顶到一些。那么这种时候呢，我就可以，这个高度就非常适合，我可以用电脑，而且我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色还是很美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会在这边办公的时候看到的美景。打游戏也是可以的，哇，真的太美了。就这个窗外的景色非常治愈我，所以呢，这里就是我今天晚上下榻的高级酒店，被森林环绕，还能听到哒哒哒的这个白噪音的低语声。现在天快黑了，赶快让我们进到车里面看一看我这个车中泊的风景怎么样吧。我现在到了上面山顶的停车场，一路开上来就看到天晴了一部分，然后有星星。没想到上来之后，我现在好像是云海上面。哇塞，前面就是那块就是火山口，我已经看到有人了。我们停车场看出去这样，我这相机比我现在眼睛看的都清楚。确实是一部分云海。这个天气变得超级快，这一下雾又起来了，
好像呢就是有一个展望台，离这边不远。我天啊，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天哪，这哦，走错了，原来这边有个步道。我就说嘛，不会那么奇怪。其实刚刚停车场停那么多车，大家都是在车中泊，估计都是为了看今天的日出吧。看到路牌了，到底是哪边？我估计就是这附近吧。你看，从这儿看下去就是迂腐。我们这块的云应该是比较薄的，我先飞个无人机出去探一下路，看一下现在外面是什么样的，有可能已经是火烧云了。这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，这儿才15、16度。So in love, we would talk till the dawn, staring up at the moon. All the stars were in bloom. Oh, it felt like a dream, like an old movie scene. And I'll never forget the moment you said,哇塞，这个山露出来了！我先无人机先放在那儿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原来前面这边是能下去一点的。我觉得我可以过去拍我的照片了。哇，这个绝对赞！哇塞！我现在到一个展望台这边来了。现在底下没出来，但是这边很美。We've been down, lost our grip, nearly drowned. Said some things we didn't mean. Felt the space grow in between. But you held on to me like the roots of a tree. And I still feel the spark like I did at the start. You are my only one. You. 这里就是本次旅程的最后一站了，不知道大家会喜欢这台相机拍的照片吗？一个人的旅行也需要勇气，在漫长的高速上，只有蝉鸣的森林中，没有人陪伴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和自己开始对话。在没有人能够立即分享当下感受的时候，那就把这些感受融合在摄影中吧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，也欢迎留言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